什么样的原因会影响到脂肪的存活率呢？第一个就是您的年纪。如果你的年纪是属于比较年轻的，那您脂肪里面的相对的就会比较多，那移植后的脂肪存活率也相对的会比较高。一心一意造就您的美丽。大家好，我是子宇医师。我们今天跟大家要聊的是自体脂肪移植的手术。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自体脂肪移植是整形外科的基本功，不管是从重建或者到美容手术，它都有占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但自体脂肪移植后的这个存活率中间有非常多的小细节，今天会跟大家一一的来讨论这些细节。自体脂肪的移植呢，早在1893年就有医师拿来当做疤痕修复的手术。我们发现，在这些脂肪细胞里面呢，充满着干细胞，所以不管是在容积的填充上，或者是细胞的修复上，它都有占有一定的角色。自体脂肪拿来当填充物的好处呢，就是它非常的柔软。第二，它是因为是我们自体身体里面的组织，所以它并不会有排斥的现象。另外，它的供应是非常足够的，不管是从我们的大腿或从我们的腹部取出的脂肪，它的供应量是非常充足的。但是跟其他的填充物一样，它还是会有吸收的情况。但是跟其他填充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并不会完全的吸收，所以它的效果几乎是永久性的。但自体脂肪移植还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在经过大量的自体脂肪移植的时候，会有钙化的情形发生。那随着我们近代医学的进步，还有我们对脂肪的了解，从脂肪的抽取、处理，还有移植的过程上，我们都有非常显著的进步。这样子可以大大降低术后脂肪吸收跟钙化的情况。那什么样的原因会影响到脂肪的存活率呢？第一个就是您的年纪。如果你的年纪是属于比较年轻的，那您脂肪里面的干细胞相对的就会比较多，那移植后的脂肪存活率也相对的会比较高。第二个就是移植区域的血液供应，当我们的血液供应非常充足的话，这时候我们的脂肪细胞能受到的养分就会更多，那它的存活率相对的也会提升。那血液供应部分比较充足的，就比如说有我们的脸部，我们的脸部血液的供应是非常充足的，所以大部分的脂肪移植在脸部的时候，存活率相对的都会比其他地方还要来得高。那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您的作息。如果您有在使用槟榔或者是烟酒的话，因为这些东西会让你的血管收缩，相对的你的血液供应就并不是那么的充足，这时候脂肪存活的几率也会相对的比较低。那最后一个呢，也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医师的技术。在脂肪的移植过程中，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移植后的脂肪我们把它放在血液充足的地方的话，那它的存活率相对的就会提高。所以医师的技术在这时候就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医师要做的就是可以将脂肪非常细小而且很平均的铺在你的组织里面，这样子每一粒脂肪细胞都可以获得到养分，也会相对的提高它的存活率。在一心为美呢，我们使用的是自体脂肪枪。这把枪的好处就是它可以非常微小、非常精准的把这个脂肪铺在我们所需要的组织里面。它甚至可以将1cc 的脂肪用240次的发数，将它精准的铺在我们想要铺的脂肪地方。顺带一提，这个风靡国际的脂肪枪是由我们的大学长林才明博士所研发出来的。这把枪的发明可以让我们脂肪的吸收还有钙化的几率成功的降到最低。传统的脂肪注射呢，通常是靠医师自己的手感，但是有时候在注射的过程中，如果不小心动了一下，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脂肪是很大量的一次被打出来。所以说这把枪的好处主要就是在不管你在使用多大力的情况下，它可以很精确的控制到每一个脂肪的释出，就像完美手，就像这样使用一般。不管怎么按，它都是可以很精准的把脂肪给 deliver 出来，这样子有感觉吧？有啦。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谈到我们最常见的布置的几个部位。那第一个最常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脸部。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脂肪的流失，有些地方，比如说我们的夫妻宫啊，还有我们的苹果肌，这些脂肪都会慢慢的消失。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靠自体脂肪移植来将这一些消失的脂肪把它填充回去。另外，在有一些客人想要达到比较圆润的额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脂肪来做额头的容积填充，让额头可以达到一个更圆润、更平滑的感觉。其他的地方还有我们的下巴，如果下巴有差那么一点点的软组织的话，我们也可以将脂肪填充到下巴，让你的下巴看起来更精致、
更有立体感。另外呢，我们脸部还有其他细小的地方，比如说你的泪沟，还有你的法令纹，我们都可以用脂肪来达到修饰的效果，甚至连卧蚕的部分，我们都可以靠脂肪来达到一个更立体的效果。那第二个比较常见的地方呢，就是女性的胸部。我们知道自体脂肪在胸部的移植其实已经行之有年了，最大的诟病就是时常大家听到的一些钙化的情况。钙化是怎么产生的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同一个地区，当我们注射太大量的脂肪，中间的脂肪存活率就会降低，这些脂肪就会导致有钙化的情形产生。这个时候注射的技术跟注射的区域就非常的重要。这个时候就是脂肪箱厉害的地方，用非常细小而且非常精微的平均的铺在你的胸部的组织里面的话，那相对的脂肪的存活率就会提高，钙化的情形就会降低。另外一个最常见补脂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臀部，我们可以经由脂肪移植，让你的臀部看起来更立体，让你获得让你可以获得一对漂亮的翘臀。另外一提，我们的双手、手背的部分其实也可以做脂肪移植，原因就是当我们年纪在老化的时候，我们手背后面的胶原蛋白还有结缔组织都会慢慢的萎缩，所以我们的手背看起来就会有一种皱质的感觉，皱皱的。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经由自体脂肪移植来让手部消失的这些组织填充回来。自体脂肪移植之后要如何照顾它呢？在自体脂肪移植后的前面的1到2周的期间，你的组织会特别的肿胀，这是属于正常的现象。随着时间，在未来的这2、3个礼拜以内，这个组织的肿胀会慢慢的消肿。移植后的组织呢，不需要特别的去按摩它，但是你也可以适当的冰敷，让你的肿胀的程度不会那么的严重。冰敷的时间不需要太久，大约在5到10分钟左右，之后就必须要休息，让组织回到适当的灌流量，才不会导致脂肪的缺血而坏死。那以上就是脂肪移植的一些概论，还有基础的临床应用。大家对于自体脂肪移植有兴趣吗？如果有兴趣的话，你想要补的部位是哪边呢？1. 脸部， 2. 胸部，还是3. 臀部呢？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对于脂肪移植还有任何疑问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我会一一为你们解答。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请记得按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鐺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所以它的效果可以称为是但它跟其他它